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倪一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6季第10集。我们到了吗？我们到了吗？在去迪士尼的路上，仨孩子就一直在辛巴耳边嚷嚷，把老父亲吵得血压都上去了。直至开到停车场，他们才终于停止了这波精神攻击。不过，其实这趟旅途才刚刚开始，走下陡峭的电梯，再乘坐拥挤的观光车，然后爬上高耸入云的云梯，被直升机拖到轮船。再不知过了多久，人们才望见这游乐园的庐山真面目。刹那间，整艘轮船的游客都欢呼雀跃，还有一位激动的把这好消息告诉身旁的妈妈：“你关注的 UP 主终于更新了，不是，我们终于到迪士尼了。”妈妈，不，经过极其严格的安检之后，全家人总算是到了这梦幻般的乐园。第一个项目肯定是要照顾最小的，于是一家人就坐上了这幼稚的冲冲车。小新是高兴了，其他人呢简直是面如死灰，小新更是无聊的想弃车而逃。事实上，他也的确这么做了，然后又掉进了刚进来的玩具车。你说这又是何苦呢？游乐园人很多，到处都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小新想去看加勒比海盗，这跟那个冲冲车的项目差不多，也是坐在车上观光，只是主题不同。中午全家人去快餐店吃饭，这辛巴简直跟超人一样，化身番茄酱，一口气满足了家人们的需求。6小时后，全家人都精疲力尽了，玩了这么多的项目，结果最喜欢的还是站着不动的一个。很显然，有这想法的游客不在少数，他们站在库区就不想挪动了。不过工作人员可找得到办法，直接把冷气调成了酸气。既然不愿走，那就永远留在这儿吧，反正这里永远不会缺少趋之若鹜的人。那个项目确实有点惊悚，小新就提议去玩旋转飞翔，这玩意儿看着还不错，就是太刺激了，最后连人带机全都冲出了天际。这难道就是飞翔的感觉吗？结尾那声尖叫确实劝退，辛妈觉得还是应该玩些安全的，于是全家人只能是东看看西逛逛。走着走着，他们来到了未来幻想区，这里还播放着很早以前的人对未来的幻想，比如在1994年，人类将拥有海王星汽车影院，生活杂志将会变成400页厚。还没等看完，电视机就熄火了。辛巴积压了几个小时的愤怒终于在此刻爆发了。他们明明已经逛完了所有的区，但却没有得到宣传册上的快乐。他现在只想找个位置坐下，结果还要排队，这不是坑人吗？这时小新发现了个新开的项目，在层层树木的掩映之下，一幢颇具艺术风的建筑显露在他们眼前。在劫难逃火箭船新开业，辛小妹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因为地图上并没有显示这个地方。但辛巴一向超勇，根本不 care 女儿的话，大手一挥就带着家人们进去了。走进中心区域，里面有几排空着的座位，根据提示音落座后，辛巴就迫不及待让他们赶紧开始。如他所愿，控制者也不再隐藏，收起建筑的外壳，露出了飞船的内在，然后像离弦的箭一样发射了出去。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飞离地球老远了。在这遥远的太空，兄妹俩依然不忘传统异能。我们到了吗？我们到了吗？很快，2个外星人的投影显示在了面前。这2位也是老朋友了，以前只在万圣节出现过。外星人很直白地告诉了辛普森一家，他们被劫持了。至于理由，时间会揭晓所有答案，原因撇开不谈。辛巴现在想吃东西了，外星人告诉他想吃什么说一声就会出现。辛巴就说薯片，竟真的出现了一大堆。不过这么多片，他是一片也没捞到。这其他文明的飞船还挺好玩，辛巴断手长手玩得不亦乐乎，直到他让辛巴的头发也长出了一只手。漫长的旅途后，终于抵达了外星人的星球，他们拿来了胶囊让一家人吃下，说这样就能呼吸这里的空气。全家人被关在了笼子里，跟着外星人的车子游览了这里的景观。他们的星球能随时变换主题色，天上还悬挂着7个太阳。所有的孩子都在礼堂诞生，每个生命诞生之后仅几秒，他们就会诞生出新的生命。对于死者，他们选择的是口水葬，把尸体投进他们口水形成的河流中。辛小妹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给他们。外星人说这是想让他们充分感受这个星球的美好，然后永远也别想离开。全家人一听大惊失色，但现在已经到了别人的地盘，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根本无力反抗。接着全家人被关进了动物园，以前他们都是看客，现在终于也做了回被观赏的动物。这时一个穿红裙子的外星人拍了拍玻璃门，他也是海星头，戴珍珠项链，就像是辛小妹的外星版本。他们仿佛在对视的那瞬间就成了朋友。他问辛小妹要不要玩他们的玩具，辛小妹欣然接受了那颗球，然后往地上一摔，碎了，友谊也到头了。晚上有个自称人类学家的外星人走了进来，他先象征性的检查了下辛巴的心脏，很有活力嘛，你显然有锻炼，听见没 Maggie？ 接着这位眼镜外星展示了自己渊博的学识，物理、数学、城市语言等等。当然他到这里来也不只为了凡尔赛，他说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要举行一个仪式，那就是他们要吃掉辛普森家的一个。不过为了显示他们的仁慈，辛普森一家可以自己选择被吃的人。说罢，这位人类
学家就溜走了。这套法则很残酷，但他们也只能接受。现在唯一公正的办法只有投票决定了，最后的结果归在辛巴手中。看着大家一个二个全选了自己，辛巴霎时间百感交集，内心挣扎一阵之后，他就把小新的名字改成了自己。这样一来，辛巴就是全票通过了。小新连临别卡片都做好了，好一个父慈女孝。作为即将被吃的食物，辛巴还能选择最后一顿断头饭，他选择的是兔肉，很多兔肉。之后，辛巴就被押送至饕餮盛宴了。她的身上只穿着一条肉裙，看着丈夫奔赴死亡的感觉并不好受。辛巴就想旁敲侧击让外星人放过他们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他们连碎骨锤、剥皮器、挖眼勺都准备好了，简直就是要把辛巴扒皮抽筋，然后吃的连渣儿都不剩啊！外星人看着辛巴那是口水直流，要不是得依照流程办事，估计都直接往上冲了。在正式开始盛宴之前，儿童们先演唱了一首饕餮之歌，美味的人儿向你表示敬意，敬你献出多汁的肉体。还不等唱完，那口水就流成了瀑布。时候到了，该送辛巴上路了。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他的头顶突然凭空出现了传送阵，到嘴的肥羊就这样跑掉了。外星人们只好把其他人给关了起来。辛巴被传送到了一个外星人的洞穴，为首的那位紫头发外星人告诉他，他们和外面那些不是一路人，他们并不赞成吃其他物种的野蛮做法。接着他们带辛巴去了叛军秘密基地，只见这里密密麻麻的人全在跳舞。辛巴就很奇怪，他们不应该在制造武器吗？旁边头巾老哥回答了他的疑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，因为我们的反抗活动成功之后要开派对。紫头发上线关掉了音乐，让所有人都来聆听辛巴关于地球的演讲。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辛巴都在讲述作为人类在地球上的所见所闻。这些经历对于外星人来说确实非常有趣。紫头发答应辛巴把他送回地球，但他的家人他们就不怎么在乎了，他们只是你的性伴侣和精子，更何况他们的飞船只容得下一个人。很显然，他们的钱都拿去开派对了。在这个飞船内，辛巴的任何愿望都能满足，他就随便想想，最好的一切就出现在了眼前。然而还不等他高兴，这些美食却变成了辛妈和孩子们。他再也无法骗自己，只有家人才是他内心深处的愿望。没有家人，我根本没办法享受这些卡路里。他决定回到盛宴去解救家人。此时，辛妈和孩子们已经成了盘中餐。就在他们即将被吃掉的时候，辛爸出现了。不过现在已经晚了，他回来只是在盛宴上多加一道菜，刷好酱之后，就到了皇室成员的享受时刻了。作为最尊贵的女王，这第一口自然是她的。第一份美食是早就切下的辛爸的屁股。女王满怀期待把这块肉放入口中，咀嚼2下之后，立刻就倒地不起了。这个屁股是史上最恶心的屁股。那人类学家经过分析后才发现，它们都是由无法消化的毒素构成的。这些人类都被他们不健康的快餐饮食污染了。辛小妹不服，你确定不想再尝尝我吗？没想到他这个素食主义者也在这吃了瘪，他体内的鹰嘴豆泥和年糕都变成了甲醛和动物脂肪。不过现在也没工夫讨论这些。女王因吃了辛爸的肉，现在都快死了。外星人看辛普森一家着实没用，就打算把他们送回地球。飞船上，全家人又在一起了，而且这操作系统就像小新的玩具盒子，完全不用担心无法返回地球。这时，辛妈接收到了一个未知来源的传送信号，打开屏幕，露出了老辛普森的脸。我终于追踪到你们了，我的麦片冷掉了，那只猫把我的心脏病药吃掉了。还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辛爸就让小新更改了航行路线，除了家去哪儿都行。看来辛普森一家又要开始一场不可思议的旅行了。辛普森一家沦为食物，看似不可思议，却似乎又在情理之中。人类作为智慧生物，多年以来都站在食物链的顶端。自然界的那些动物们似乎都是人类手上待宰的羔羊，而人类也根本无需考虑羔羊的感受。或许这次身份的转变，也能让我们自身多些思考。就像强如外星人的存在，也奈何不了小小的人类。我们作为地球的主宰，是否也应该对自然多些敬畏？否则任凭欲望扩张，最终反噬的依旧是人类自己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